北欧四国瑞典、芬兰、挪威、丹麦能否打赢俄罗斯？乌俄战争爆发后，整个欧洲的氛围都变了。在此之前，俄罗斯的威胁只是说说而已，但战争打响之后，这个问题就被摆在了明面上。丹麦情报机构更是警告，俄罗斯可能在3至5年内对欧洲北约成员国开战。如果俄罗斯选择入侵欧洲，首要目标就是波罗的海3国以及北欧4国。也正因如此，北欧4国已经组建联盟，不断加强军备，以应对俄罗斯可能的进攻。问题来了，如果排除北约第5条例与核力量，北欧4国能否打赢俄罗斯？如果真的爆发战争，战况会如何发展？就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俄罗斯进攻欧洲并非说说而已。朝鲜这边已经证实自己跟俄罗斯穿同一条裤子。4月28日，朝中社报道称，朝鲜武装力量部队参与了俄罗斯收复库尔斯克的作战，并胜利结束。这是朝鲜首次证实向俄罗斯派兵参战。另一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早在4月26日就表示，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州作战，为俄军收复该州做出重大贡献。偷人都不遮遮掩掩了，可见俄罗斯的嚣张程度。而朝鲜的加入也让战争格局迅速扩大，加上中东、印巴、朝鲜半岛以及非洲的局势都不太安稳，不知道哪天战火就会扩散到欧洲，首当其冲的就是北欧4国。乌俄战争打到现在，北欧4国早就看清局势了，已经从和平舒适的环境跳出来，成为欧洲防务楷模。瑞典、芬兰、挪威、丹麦4国正带头扭转长期裁军趋势，应对即将到来的威胁。考虑到个人实力相差太大，在2023年，4国就成立了一个联合北约空军司令部以及北欧防务合作组织，这是15世纪卡尔马联盟以来北欧首次统一安全政策。那么实际作战时，北欧4国能否打赢俄罗斯？就战力而言，俄罗斯处于断崖式领先。根据权威军事评估机构全球火力发布的2025年全球军力排名，俄罗斯依旧是老二。北欧4国中排名最高的瑞典也不过是第27名，其他3个国家则是30名开外了。其中挪威第38名，丹麦第45名，芬兰第48名。就单一国家来看，即使是瑞典也无法与俄罗斯匹敌，但整合后的北欧4国对战俄罗斯，结局就不一样了。就实力而言，瑞典可以贡献先进国防工业，包括潜艇、战机与坦克；挪威则专长北极海域作战，而芬兰拥有欧洲密度最高的常备军与炮兵。丹麦特种作战部队则累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就实力来看，已经可以与俄罗斯对抗。关于能否打赢俄罗斯的问题，则要视情况而定。北约通过军事整合和装备代差，在区域冲突中拥有击败俄罗斯的能力，但如果长期全面战争，则依赖北约的直接介入。至于原因，我们接下来慢慢聊。说北欧4国能打赢俄罗斯，估计有不少朋友觉得火力军在吹牛。火力军不否认，如果欧洲和俄罗斯打起来，自己站在欧洲这边。但实力这东西不是火力军吹2句就有的，而是瑞典、芬兰、挪威、丹麦整合起来，实力是真的强。就拿上面的特点来说，瑞典可以贡献先进国防工业，战争的本质就是拼后勤，在这点上瑞典并不逊色，在某些方面反而比俄罗斯更强。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瑞典还没有加入北约，而是实打实的中立国。因为没有北约的集体防御条例，所以瑞典政府一直大力支持本国武器自给自足。事实上，瑞典也做到了这一点，其国内的航空、航天工业、机械制造业等领域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爱立信、萨博、希尔塞斯等世界知名的军工企业都是瑞典自己的。在军工科技领域，瑞典能够自产80%的军事装备，而且在军事方面，瑞典是有传统的。毕竟是发明炸药的国家，诺贝尔在发明炸药后就买下了博福斯公司，生产现代火炮和舰炮及配套的弹药。博福斯40毫米速射炮是最早出名的产品，美军的 AC-130用的就是这玩意儿，还有弓箭手卡车炮、S 型无炮塔坦克、AT-4反坦克火箭筒、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等。在电气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方面，还有瑞典通用电气以及世界通信巨头爱立信。爱立信是有雷达部门的，与萨博一起开发了爱立眼预警机。当前的欧洲三雄之一 JS-39 鹰狮就是萨博公司自己研发的。作为较早一批制造喷气式飞机的玩家，
萨博在1948年就设计出了萨博29飞机，后来又设计了一个比较著名的龙式战机。在军舰领域，瑞典在南部有个考库姆船厂，专门为瑞典政府研发超前时代的军用舰船，比如维斯比级，20世纪90年代初研发的隐身舰，还有哥特兰级潜艇，世界上第一款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的常规潜艇。虽然是常规动力，但可在水下待很久。当时曝光时，美国还特意租了一条带回去研究。日本苍龙级潜艇技术完全是引进瑞典的，而且时间还晚了20年。如果爆发冲突，瑞典以上这些企业都能保障前线部队的后勤以及装备的正常维修与制造。如果进入战时经济，建造速度只会更快，不像俄罗斯只能依靠考古才能维持前线装甲部队的规模。挪威这边则擅长北极海域作战。从海军水面舰艇实力上来说，在北欧4国中，挪威的海军实力最强，被称为北欧海上霸主。这是国土环境决定的。挪威全国只有 3% 的可耕地以及 27% 的林地，其他地区都是无法利用的冻原和荒地。而且挪威还被称为万岛之国。为了守卫漫长的海岸线以及在波罗的海对俄潜艇进行封锁，必须拥有强大的战舰。挪威海军的人数大约为3900人，有70多艘各型舰艇，主力则是南森级护卫舰，以西班牙海军的 F100 型护卫舰为原型，具备反潜、反舰以及区域防空能力。除此之外，挪威还有被称为速度最快的战舰盾牌级导弹艇，该艇是挪威新型隐身导弹快艇，全由挪威自己设计，速度可以达到60节。而且在2021年，挪威还准备采购4艘德国蒂森克鲁伯公司的212型潜艇。芬兰这边拥有欧洲密度最高的常备军与炮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周边有俄罗斯这个不确定因素。在苏联解体之前，还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所以即便冷战结束，芬兰也没有落下国防的建设。芬兰的法律规定，18岁以上的男性都需要服兵役，时间为6个月至12个月，服役后可选择转为职业军人或预备役。通过义务兵役制，芬兰政府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动员28万现役军人和87万预备役军人，占总人口的 21%， 这一比例远超欧洲多数国家。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攻击，芬兰保留了极为庞大的地面火力，其中包括 K9、M270 以及一些苏联时代的榴弹炮。有消息称，芬兰的火炮总量约为1500门，超过德国、波兰、挪威、瑞国4点总和。地面部队还装备豹 2A6 等重型装备。丹麦这边特点则是特种作战部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丹麦的特种作战力量主要是水下作战以及地面作战，比如丹麦蛙人部队使用的墨绿色面罩几乎遮住了整个面部，只露出几个小孔供呼吸和观察。尽管每年约有500到600名丹麦军人申请加入蛙人部队，但只有不到12人成功入选。此外，丹麦还有历史悠久的北欧猎人，早在1789年，丹麦的猎人军团就已成立，在其后的时间内一直以多种方式存在于丹麦军队内。1961年，猎人部队进行了改编，着重发展特种作战力量。与蛙人部队相比，北欧猎人的训练内容更倾向于陆地上的特种战斗，并且实战机会更多。配合美国参与了从科索沃到伊拉克战争之间的几乎所有军事冲突，长期处于战场一线，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除了以上这些特点之外，北欧4国的其他力量也不容小觑，特别是地面部队与空军，武器比俄罗斯先进一代。接下来我们详细聊聊。就地面部队而言，除了芬兰，瑞典也有相当规模的预备役。目前，瑞典军队总兵力只有 5.27 万人，其中陆军 3.5 万人，海军1万多人，空军8400人。虽然军队的人数不多，但瑞典也算是全民皆兵，只要有需要，随时都能上战场。在冷战时期，瑞典实行义务兵役制，同时设立了一套高效动员机制。当时瑞典大约有 4.5 万的常备军，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就可以迅速动员100万人。后期随着冷战结束，瑞典取消了征兵制。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在2018年的时候就把征兵制度恢复了，目前可动员的人数在47万左右。挪威与丹麦则主打精兵路线，其中挪威军队现役士兵大约为 2.1 万，战时可以动员预备役13万人。丹麦现役总兵力约为3万人，预备役兵力大约为 4.5 万人。加上芬兰接近100万的预备役，在兵力方面，北欧4国与俄罗斯相差无几。除了乌俄战场部署的士兵，俄罗斯本土剩余的兵力已经不是很多了，并且因为版图太大，俄罗斯无法将全部的兵力都派往北欧作战。
其他边境也要部署军队，以防万一。比如面对北极的加拿大、白令海峡对面的美军、西太平洋的日本和韩国，加里宁格勒更是重中之重。2023年，俄罗斯撤销了西部军区，重新组建莫斯科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建立亚速海海军军区，并新建2个集团军。虽然重建军区需要时间，但兵力的征召已经开始了。普京不断扩编，大概率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就部队规模来说，即使乌俄战争结束，俄罗斯腾出兵力，北欧4国也不怕。4国整合到一起，地面部队可以达到上百万的兵力。在地面部队的装备方面，更是碾压俄罗斯。当然，拼坦克、装甲车的数量大概拼不过。在乌俄战场之上，俄军损失的装甲很多，坦克与步战车、运兵车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万辆。但是苏联的遗产太多，谁知道俄罗斯会拉出来什么旧装备？相比之下，北欧4国的装甲部队则主打一个性能碾压，或者说在欧洲这边，大部分的陆军都是小国精兵，走快速反应路线。如果仅仅看单一建制部队，其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建设的很不错，各个兼职单位内的兵种也相对齐全。就比如瑞典，坦克方面的主力则是120辆豹二 A5，虽然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品，到2025年初，瑞典已经制定了要把其中66辆升级到豹二 A8 标准的计划。同时又豪掷17.9亿美元买了44辆全新的豹二 A8，预计2031年全部交付陆军。再配上以色列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与 I-55 滑膛炮，打爆俄军 T90M 是没问题的。挪威这边人数确实不如瑞典，但是武器的精良程度丝毫不落下风，其装备的坦克和战车在欧洲都享有盛名。德国的豹二 A4 坦克、瑞典的 CV90 战车以及美国的 M113 装甲运兵车，总数达到了800多辆。至于芬兰，说实在的，如果俄罗斯入侵北欧4国，仅芬兰一个人都够俄罗斯喝一壶了。不信，详细可以参考苏芬战争。在1939年至1940年的冬季战争中，苏联虽然逼迫芬兰签订协议，夺取芬兰大约10%的领土，但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官方数据显示，苏军阵亡7.1万人，总伤亡约37.5万人，而芬兰仅损失了2.1万人。这伤亡比，如果不知道结局是什么，火力军都认为芬兰才是获胜的那一方。进入21世纪后，因为拥有1340公里俄芬边境线，芬兰没有停止升级军队的步伐，拥有200辆豹二 A4 与豹二 A6 坦克，100辆 CV90 装甲车，炮兵密度为欧洲之最。丹麦这边装备也与其他3国相差不大，也是豹二系列加 CV90 的配置，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打爆俄军 T80 系列轻而易举。就乌俄战场的情况来看，俄军剩余的 T90、T80 坦克已经所剩不多，即使入侵北欧4国，也无法动用全部的兵力，天然处于劣势。在空军领域，火力军只能说俄罗斯空天军就别来碰瓷了。早在2023年，北欧4国就组建了联合北欧空军司令部，将各自的战机合并在一个作战司令部下，从而打造一支欧洲最强战机编队，这足以应对俄罗斯空天军。就战机的规模来看，俄罗斯稍胜一筹。乌俄战争初期，俄罗斯空天军还有点存在感，不时就会爆出苏34被多次击落的消息。北约放开武器限制之后，俄空天军就消失了，顶多在前线丢航空炸弹。也正因如此，俄空天军保留了相当多的空中力量。全球火力网的数据显示，俄罗斯战斗机的库存还有809架，大约有526架可以随时出动，包括苏27、苏30与苏35。直升机的数量也达到了1547架，其中大约1006架可以随时作战。相比之下，北欧4国战机的总数大约在250架，但是在质量上，欧洲4国要碾压俄罗斯。其中瑞典的主力为上百架的 GS39， 欧洲3雄之一，可在公路起降。当然，论空军，重点还是挪威。挪威空军的人数只有1000多人，人数少，但战机的性能无可挑剔。挪威是世界上首个拥有一支全隐身战机空军的国家。21世纪初，美国曾扬言打造一支全隐身战斗机空军。20年后，这一计划随着五角大楼采购 F-15EX 战机而落空。挪威空军则开始引领时代潮流，用 F-35完全取代 F-16。挪威空军的战机始终都保持着待命状态，如果有未知飞机靠近挪威领空， F-35可以在15分钟内紧急起飞，对其进行探测、监视和记录。在对战俄罗斯时，唯一的对手就是苏57，不过以苏57的隐身程度，这样说都有些抬举它了。除了 F-35战机、运输机、电子作战机等机型，挪威空军也是一个不缺。而且因为挪威本身峡湾及海岸地形，挪威空军也配有海上巡逻机及直升机，以便执行海上作战任务。就总数量来看，加上芬兰的 F-18、丹麦的 F-16、F-35，四国各类型号的战斗机、预警机、运输机、反潜机、直升机一应俱全，
比如单单具有隐形性能的 F-35A 就有143架，还有瑞典研制的 JAS-39鹰狮以及上百架美制超级大黄蜂 F-16。当然，联盟的重点是开发在北欧数字和半分布式空中作战中心，能够作为一支北欧整体的部队，在未来执行无缝的协同作战。说实在的，这点并不难，除了鹰狮需要操心这个问题， F-35A、F-16 超级大黄蜂本身就是美制战机。至于海军领域，在北欧这边，俄罗斯的优势有，但是不多。俄罗斯海军的主力是4支舰队：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黑海舰队以及波罗的海舰队。这次被打残的主要是黑海舰队，其他舰队没有太大的损伤。如果俄罗斯进攻北欧4国，主力就是北方舰队与波罗的海舰队。波罗的海其实可以忽略，如果芬兰、瑞典、丹麦对其进行围剿，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就拿瑞典来讲，维斯比级属于典型的小艇扛大炮，雷达反射面积相当于渔船，可以在波罗的海玩隐身突袭战，配合新买的3艘吕伦奥级护卫舰，足够掌控宽度200到300公里的波罗的海水域。另外还有海狐系列无人艇，最多可以带400公斤炸药，可以攻击港口、桥梁或者大型军舰。而且哥特兰级 AIP 潜艇还在一旁待命，时刻准备给波罗的海舰队来上一发。就部署来看，瑞典在2025年把豹2全堆在哥特兰岛，预警机紧盯加里宁格勒，摆明了充当封堵俄波罗的海舰队的门栓。芬兰海军这边实力略显薄弱，没有航母，没有2栖攻击舰，没有驱逐舰，没有护卫舰，没有潜艇，只有一些导弹艇以及布雷艇，仅适合保卫本国海岸线。而且地理位置类型迫使芬兰海军专注于滨海作战和布雷行动。在战时，芬兰海军不会进行舰队决战，而是集中精力布雷和进行打了就跑战术，可以阻拦波罗的海舰队为瑞典创造机会。丹麦海军的实力比芬兰强了，核心力量为护卫舰和巡逻艇，未列装航母或核潜艇，但凭借北约体系支持，具备波罗的海及北海区域反潜护航能力。2023年宣称将拦截60%俄油轮，其海上封锁战术很不错。伊弗惠特菲尔特级具备隐身设计，配备 MK41垂发系统，兼顾防空与反舰任务。因为乌俄战争的问题，丹麦还计划进行海军扩建。如果排除北约体系，丹麦可以依靠岸基导弹，已经计划重启海岸防御系统，拟采购挪威 NSM 导弹替代老式鱼叉系统，接见之前向乌克兰援助车载鱼的实战经验。而俄罗斯北海舰队则交给挪威负责。在北欧国家中，挪威的实力属于顶级，毕竟与俄罗斯在北极圈的巴伦支海存在领土接壤及战略利益重叠，被视为对抗俄罗斯的最前线。挪威海军长期在北极区域开展实战化训练，例如海岸游骑兵队，重点强化沿海突袭、情报收集及反破坏能力。海上作战时，则依靠南森级护卫舰与乌拉基潜艇，舰队可封锁波罗的海、巴伦支海航线，切断俄北方舰队补给线。当然，仅依靠挪威海军恐怕撑不了太久。俄罗斯北方舰队拥有12艘大型水面战斗舰，包括即将退役的彼得大帝号、接近报废的库兹涅佐夫号，还有1艘光荣级巡洋舰、5艘无畏级驱逐舰、1艘现代级驱逐舰、3艘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级护卫舰，以及一些近岸护卫船只。仅依靠这些实力，北欧国家还可以应对，但还有30艘潜艇，含北风之神级核潜艇，这就有点困难了。长久下来，需要北约与北欧其他国家的支援。就北欧4国的总体实力来看，如果与俄罗斯爆发冲突，短期内或者说在局部冲突上，北欧4国占据绝对的优势。豹2 A8 打 T55，火力军都能上去开2炮，混点战绩。但是长期战争则需要依靠北约的支援。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后备兵力。俄罗斯之所以能打到现在，原因就是可以爆兵，1.4亿人上街随便抓点就行了。而北欧4国的总人口不过2700万，在保证国内经济的情况下，的确可以爆兵100万。但轮换、部队的休整以及装备的数量会是一个问题。当然，以俄罗斯的情况来看，即使是全面进攻，也无法将部队全面派遣到北欧作战，情况大概会与乌俄战争类似，派遣几十万的部队在北欧作战。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都不需要北约出手，北欧4国就已经打败俄罗斯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北欧4国对战俄罗斯会是什么场景？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